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经济都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三八线两边的民众生活都非常困苦。今天韩国的人均 GDP 大约是35000美元，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朝鲜的人均 GDP 只有1000美元出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同是大航海时期被发现的新大陆，为什么美国比拉丁美洲国家各国经济上要繁荣很多？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3位研究制度与国家贫富关系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罗、约翰逊和罗宾逊。其中2位获奖者阿西莫格罗和罗宾逊曾经合著过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虽然经济制度在决定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方面至关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这期播客我们请来同为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许成刚教授，请他来讲一讲制度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最近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取得了巨大发展，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制度建议。许老师您好。好，你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制度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有什么异同呢？实际上呢，这个经济学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呢，它叫政治经济学。从产生起一直到整个的19世纪，经济学家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着制度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用这个词叫制度经济学。那么这个人们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可以说那就是制度经济学。换句话说，就是制度经济学根本就是经济学的起源，是到了19世纪末，这个20世纪初做了一个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呢，是把这个19世纪末的经济学的一些个发展，他把它概括到一教科书里去了。那么他就造了一个词叫经济学。这个词是造的，后来呢，到了这个20-30年代呢，人们就有意识的要这个界定这个学科是什么。那么在界定的时候呢，就把它说成了是一个专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那么这一下子他就把人为的就把它和制度分开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才有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才会产生。因为呢，经济学它的定义把制度给排出去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人们讨论经济现象，讨论人的行为，这个东西它的背景是没有可能离开制度的。那么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它没有制度，它并不是真的没有制度，只不过呢，就是说它的研究是集中在市场经济里，所以呢，管这个叫经济学。那这样的经济学它以后在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实际上不断的遇到制度上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是在这个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这个并行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奥地利学派。那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沿循的老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如果你去看奥地利学派的这个著作呢，它是非常讲究亚当·斯密的传统的。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人呢，就是米塞斯啊，还有这个哈耶克呀，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遵循亚当·斯密时代的这个传统的。所以到了现在呢，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制度经济学呢，它就是要和奥地利学派呢有所不同。其实它这有所不同呢，主要实际上是因为你这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是要面对很多很多什么是新的问题，什么是新的现象，什么是新的理论。所以呢，通常呢，就是科斯的工作开始起，人们把这个算作是所谓新制度经济学。那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有好几个了，就是从科斯啊、诺斯啊、这个威廉姆森啊，就哈特人们没有把它归在里，但实际上它就是这里边的。然后这个现在刚刚受的这3位通通都属于这个范围里的。那么他们就是人们发现呢，
大量的这个经济碰到的问题是离不开讨论制度的，哪怕是讨论发达经济，比如说美国，比如说英国，这个金融危机是逃不掉要讨论制度问题的，就是不看制度问题没有办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很长时间以来就会有人说，哎，经济学特别是这个制度经济学不是科学，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又有这么多的制度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能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还有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新制度经济学这几十年来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对，首先就是因为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它是不是科学，那就不要说是这个制度经济学，就是整个经济学本身是不是科学，人们也认为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那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科学，就先把这个弄清楚。什么是科学？其实人们存在很多的误解，就是什么是科学，包括这个学者里边，包括科学家里边很多误解。所谓科学，它是要跟哲学区别开，科学要跟数学区别开，就是科学跟哲学跟数学怎么区别开？这个公认的准则就是它是以这个事实、以证据作为起点和终点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学科不是以事实、不是以证据为起点和为终点的，那么你的这个讨论就不属于科学。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奥派是不关心这个证据的，是不验证的，那如果你这个是不是奥派这另说，但是你只要这样去讨论的时候，你就自己把你自己讨论的这个内容从科学分开了。所以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它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起点是不是它关心的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和人的行为的这个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是不是从这里出发的。那么科学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呢，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它关心的是事实和证据背后的规律性的现象。为了要抓住这个规律性的现象，它是一定需要抽象的，然后它的抽象的过程它是要推理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建模型等等，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寻找规律的这么一个办法。那么至于它用不用数学，用多少数学，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么有人呢就把这个寻找规律性呢和使用数学混为一谈了，所以呢就有一种误解，他就说你用了数学就是科学，不用数学就不是科学，这是完全是误解。比如说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主体里边是没有数学的，那当然是科学。就是这个，然后他这个用 DNA、RNA 构造的这个逻辑是可以推理的，只是他推理走的不是很远。但是呢，它这个是一定是有这个规律性的。那么经济科学和这个讨论制度的经济科学是不是科学，它的这个关键就在这儿，就是它是不是在寻找规律，是不是从事实跟证据出发，然后寻找到的规律要回到事实和证据中去验证。只要你是这样做的，那么这就是科学。那么这个从这个1991年以来，这个诺贝尔奖已经给了好多个做制度经济学的，所有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这些个学者们，他们当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做的工作都完全满足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特点。这些人里边呢，有的学者呢是更关心的是证据的问题，有的学者呢更关心的是理论的问题。所谓的理论就是这个从证据里来的那个规律性的现象，我怎么抓住它。也有的学者呢是两个都非常强，比如说这一次获奖的这个艾西莫格鲁，那么他就是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这个实证的这个科学家。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那您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济学关心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世界上为什么存在不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过去100年里能从发展中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屈指可数。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特别有意思，您能稍微的跟我们展开的说一下吗？这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发达国家？这个发达国家，什么是发达国家？这个不是个学术问题，这是个实际问题。那么在实际中呢，有不同的机构分别给了一些个这个划分标准，比如说这个联合国呀、世界银行啊、IMF 呀等等都有过这个一些标准。那么按照通常的那些个标准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100年里这个从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排除掉这些个产石油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我们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就是这个台湾、韩国、日本，这个新加坡，对，都可以用几个手指头就数出来了。对，然后呢，在欧洲呢也有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在共产党统治下，它已经变成了个发展中国家了，对，现在又变成发达国家了。然后波罗的海3国现在变成发达国家了，波兰变成发达国家了，然后斯洛维尼亚变成了发达，那过去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数的这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这些从这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所有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民主宪政制度。这是个共同规律。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你是从事实和证据出发，然后你寻找它的规律，然后你在规律再回到事实去验证。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强的规律性，就是只有这些。那么为什么有发达和不发达？这个为什么是个问题？这其实呢是从这个经济学里边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经济学里边有一个领域呢是讨论这个经济增长的。按照经济增长的理论呢，那他写出来了很漂亮的数学模型。按照他这个很漂亮的数学模型呢，他把制度问题排除开了。就是如果没有制度问题的话，这个数学模型，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经济，如果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的话，你只要开放了这个贸易，只要让他们这个有分工，那么长远的说，就是几十年之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会趋同，就是经济发展的状态会趋同。如果不趋同，这理论就失败了。那现实就是他们并不趋同，这个理论是失败的。所以呢，这就是说回到了，就是经济科学如果是科学，你就必须面对事实。那么面对事实，事实挑战了你的这个理论，你就要寻找你的解释。那寻找你的解释就回到了，你只有用制度去解释才能解释。当然也有人试图不用制度，有人试图用这个地理、用气候去解释。那么你用地理和气候去解释，你比如说这个北朝鲜和韩国，这是这个东德跟西德，对啊，你这个非常清楚，你用地理和气候是无法解释，甚至文化都无法解释。那么这个它就是非常清楚，是制度切割了之后，你这个两个不同制度之间就造成了差别。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经济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经济学如果是科学，那你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带来的挑战。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中不同制度的演变和过去的制度相关，进而可以分析过去的制度在什么意义上会决定后来演变成什么样子。国家为何失败的作者们也认为，当今不同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于历史，因为一旦社会按照某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这种模式往往会持续下去。您能举1-2个例子帮我们的听众理解这个说法吗？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今年获得诺贝尔奖这3位呢，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在这个诺斯提出来的路径依赖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进一步的探索，就是他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思路，就是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诺斯，然后他们再进一步的朝这个方向推动。
提供了更多的证据。首先就是诺斯那个时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的证据呢，因为这个近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宪政政权的是英国，那么正式的建立宪政制度呢，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那么诺斯的工作呢，他就是解释为什么在英国这个光荣革命能取得成功。他的解释呢是说，实际上呢是早在光荣革命之前已经有这个300-400年的时间，英国呢就一直在这个路上朝这个方向演进。那么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呢，就是早在300-400年之前，英国呢就不存在一个绝对君主，就是英国的君主呢，他是非常受到贵族形成的这个联盟啊对他的限制。那么所谓的宪政实际上就是对政府的限制，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最后能不能形成宪政，实际上是取决于你原来是不是你的这个有这个路径啊，原来你的这个制度上是不是原来就有这个因素。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这3位就是今年获得诺奖的，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进一步去看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证据。那么其他的一个证据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殖民时期的，就是说殖民地时期，当年你那个殖民地是怎么统治的，殖民地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西班牙殖民地，尤其突出的是西班牙殖民地，实际上大量法国殖民地也有这些特点，就是他建殖民地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掠夺去，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建的那个殖民地是一种掠夺性质的制度。就是当他一建那个制度就是掠夺性的时候呢，在这个殖民地里他就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那么这个基本特点呢，这个路径依赖呢，就使得这些个制度后来再继续朝着宪政方向演变的就很困难。突出的就是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的主体就是这个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他们都是这个相似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量的英国殖民地，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今天世界上变成发达国家的，除掉这个英国自己，那基本都是前英国殖民地，就是大量的是前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自己，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香港、新加坡，这都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就是为什么前英国殖民地会不一样？那么他这个找到历史的证据，就是他在历史上当年这个殖民地呢建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去掠夺的，目的呢是他们自己这个移民移到那儿，他要自己在那儿开垦，自己在那儿要建设，自己在那儿要发展。那么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他这个原本的制度就带着这种自治啊这些成分在里边，那这就是他的证据。我最近又在重新看这本书《国家为何失败》，是吧？我觉得我以前都没有看得特别的明白，或者记得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我这次看我就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说英国殖民地当然它也有像，就比如说像缅甸是吧，也是英国殖民地，还有像什么尼日利亚了什么这些的，但是他们就最后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对，您能再稍微讲讲，这是其实是同是英国殖民地，它也有不同的统治模式，它是针对当地的这种资源啊各方面的历史条件，哎，您说一下呢？甚至都包括这个印巴次大陆。对，印巴次大陆就是很多反对民主的人会拿印度作为一个反例，说印度是民主，为什么它不发达？实际上它这个什么是民主，这里边已经实际上是需要详细讨论的。民主就是当我们讨论民主制度的时候，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民主必须是社区是自治的，这个是在基层是有民主的自治的这个，然后再往上逐渐建立的。但是印度不是，印度它是这个国家的层次，州的那个层次是民主制度，但是它的基层是名义上是民主的制度，实际上它是大量的印度历史上留下来的制度，印度历史上留下来的旧制度和后来建的那混在一起，所以它的基层没有发展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它的经济发展是受阻碍的。他们这3位获得诺奖的这个呢，他们就没有简单的划分是
英国的殖民地还是法国西班牙殖民地，而是说呢，他当初这个开发殖民地的时候，这些殖民者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环境。对，他就说呢，如果这个殖民者来到的这个环境呢，对他们自身的生存是不是太恶劣的，他们就自己就打算在那个地方努力的要留下来，于是建的制度呢，就是适合那个地方发展的。但是如果在当地呢，他发现那个制度对他来说非常非常恶劣，就是他们要死很多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很难在那地方生存，于是他在当地建的制度呢，就比较会更倾向于掠夺型的，并不是说英国人就比西班牙人好，而是说呢，第一呢，就是原本英国自己的制度是宪政的，这个他走到哪儿他会把他的宪政制度带过去，而这个西班牙呢是这个君主制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他的生存，他要觉得受到威胁，那他就说我抢完了就走了就算了。所以英国人不一定都是好人，这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的理论。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结论是说，就是比如说它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比较富裕的一些地区，就比如说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最后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掠夺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统治模式，所以最后他们反而是会比较的穷。而像北美了这种，他们刚一去的时候，其实不是有太多的可以让他们去抢金子了各方面的，他们反而就是说要去想着怎么能在这自己去开荒啊，自己去种地啊，反而是要从自治的这个角度上来。对，我最近看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可是您在一篇文章里面也写过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改革成绩主要是中国在制度改革上的成绩，而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也在于制度改革上存在的问题。这当然是您比较长时间以前写的，您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您现在还是一样的看法吗？如果我们把这个稍微具体一点展开一点，那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改革真正取得的成绩就是2点，第一点是私有化，第二点是全球化。那么无论是私有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实际上都是在制度上发生变化。因为原本呢，中国是个共产党制度，在共产党制度下呢，是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所以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实际上就是第一步是所谓的这个土地的改变，就是农业的土地的改变。它虽然没有正式的私有化，但是它是把这个使用权私有化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产生了大量的这个私有企业，那么是靠的是这个土地的使用权的私有化，允许了大量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企业大量的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动力，能够发展。然后呢，全球化的过程，它的产生是从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开始的，而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特区，第一步就是修改法律。因为原来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的，所以呢，第一步呢，就是首先为这个最早是4个经济特区，先专门为这4个经济特区专门设了法律。那么普通中国人是不许进那个地方的。然后呢，这些外来的资本到了那儿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必须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才能来。那么中国人原来是不可以去那个地方的，然后去那个地方是要有特殊批准，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有签证才能去那个地方。我还记得去派出所去办去深圳的叫什么通行证还是叫什么来着？对，那实际上就是护照或者签证的概念。那么后来呢，这个东西就扩大到全国了。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呢，实际上就是在一定意义上是在改变共产党的制度。但是呢，这个共产党呢非常清楚他在干什么，就是共产党推动的所有的这些个改革呢，目的是挽救共产党。所以这个地方就实际上有一点自相矛盾，因为呢，他又要挽救共产党呢，他又要违反共产党的制度。那么他违反他的制度的目的是挽救他自己，但是呢，等到中国的经济真的靠着私有化，靠着全球化，真的有了发展之后，他发现最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就是私有化和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就出了问题，
就是哪怕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意识的去遏制私有企业，没有意识的去遏制这个全球化，它也会碰到最基本的制度问题。一个最具体例子就是司法独立，就是中国的股市从来也不正常。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从来也不正常？最大的原因是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所谓的股市呢，是一个交易产权的市场，就是它是把产权用金融证券的形式在这个市场上去进行交易。那么你要想在市场上能够有效率的和有把握的，人们有信心的能交易，你必须要能够保护私有产权。就是当你没有独立的司法的时候，私有产权是没有保护的。私有产权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没有可能真的大发展。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股市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的能够发展起来。那么这个只是好多例子中间的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当你没有这个独立的司法的时候，你的经济的一系列的问题就都在司法这个地方就都卡住了。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你刚才念的我这些话呀，我是在那个时间就10多年前就在强调，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这一步是不能绕过去的，必须得做。但是呢，很不幸这10几年来我们看见的不但不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倒着走，就是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来侵犯私有产权。那么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不但是不能发展，实际上呢，它就是已经自己把自己往衰落的那个方向拉过去了。我觉得一个我自己特别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香港，是吧？我们都在香港住过，这香港以前是自由港，它的法治也是非常独立的。那这几年你一看，大家都那么多人都要把钱把公司都搬到了新加坡，为什么呢？新加坡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吧？但是它的法治是还是独立的，也是非常就是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中国面临的这种所谓的改革的困境吗？今天的这个制度和2000年以来的制度是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关系的吗？对，这个其实上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了。就是尤其是当我们关心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而且呢，关心中国的问题远远不是单纯的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单纯的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中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是影响全世界的，不仅仅是经济，全世界的政治，全世界的这个甚至战争与和平，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就当我们讨论这个今年这3位获得诺奖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们这个关注点上面呢就有一个缺陷，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呢整体上没有关注共产党统治带来的制度问题。共产党统治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了过去的苏联，包括了过去的整个的这个苏联、欧洲、东欧的这个集团，然后中国原本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和中国现在仍然还在同一个制度里边的，那么就是有越南，有这个北朝鲜，有古巴等等，就是他们把这一类的制度是不是他们关注的？那么这一类的制度呢，是必须要特殊的拿出来关注的。那么这一类的制度呢，在这个政治学的文献上，就是老早在50年代，那个政治学家们就已经识别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在政治学文献上呢，叫做极权主义制度。那么下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个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呢，就是现在已经有的文献是相当薄弱的。那么这个是我花很长时间集中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的这个基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思路呢，是非常受这个路径依赖理论的影响的。所以我可以自己认为我是诺斯的追随者，就是诺斯生前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这个交流，就是我是追随这个思想的。那么这次这3位这个诺奖得主呢，也都是追随他的思想的。但是我们科学的发展一定不是单纯就是追随，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进步。那么什么是进步呢？
就是实际上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呢，它是一个黑箱子。黑箱子的意思就是说，诺斯呢是用这个路径依赖理论来概要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但是为什么制度的演变是依赖路径的，它的解释并不清楚。由于它的解释并不清楚呢，因此这实际上是个黑箱子，就是路径依赖理论自己是个黑箱子。这就是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这里是有非常多的道理的，但是仍然我们需要知道具体是什么。比如说中国过去是这个帝制，现在是集权制，那么帝制跟集权制之间有关系，那么熟悉历史的人基本上都会同意。你只要熟悉历史，你知道帝制的一些基本特点，你再知道今天集权制的一些基本特点，你会看到这个里边有很多相似的东西，那就是觉得这个是能信服。但是呢，从科学的角度讲呢，没有足够的分析，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进一步的去分析呢，提出来进一步分析的下一个概念，我把它叫做制度基因。所谓的制度基因呢，指的是呢那些最基本的一些制度的要素。这些最基本的制度要素呢，是在历史的这个过程中，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它会反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是这个所谓路径依赖，是因为这些东西。那再具体点讲，什么是制度基因呢？具体的什么是例子呀？这个制度基因呢，里边最突出的具体的例子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权力的结构和产权的结构，和支持这个权力结构和产权结构的那些社会共识。什么是权力的结构呢？权力结构实际上指的就是原本这个权力啊，是不是高度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是一伙子人的手里，还是这个权力呢是分散在大众里边的，分散在社区里的。还有就是产权，产权是集中在这个国家手里，产权是集中在少数这个集团手里，还是产权是分散在个人手里。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历史上产权跟权力的结构实际上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你在这个制度演变的时候，它是不是能朝着这个宪政和这个民主的制度去演变。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共识呢？因为实际上呢，当你的这个权力跟产权的结构是高度集中的时候，那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只有国家才有权利，只有国家才有产权，一切都这个老百姓什么都没有，那老百姓不会这个反了吗？那老百姓反了，那他说这个你任何的独裁的这个政权一定是用暴力就会镇压，但是你用暴力镇压，暴力也是需要人的呀，你需要有一大群的人去执行暴力啊，那这些人他得愿意为你执行暴力啊。还有就是你如果反抗的人非常的多，那你这个暴力就要需要非常的大。对，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只是靠暴力能维持独裁？事实是呢，这个长远的稳定的这种专制的统治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暴力的，就是他一定要想办法形成社会共识。那怎么形成呢？那么就是通常大家熟悉的这个概念叫洗脑。他为什么要洗脑？洗脑很花钱的，就是为什么要花很多的资源去洗脑？因为洗了脑以后，你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形成了社会共识，人们就自己跟着你走了。比如说这个社会共识叫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所有人都信了这个以后，共产党不用暴力，你就有足够多的人跟着共产党，那你就是少数的人挑战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别人用暴力，就是民众用暴力就把你压下去了。那么这个就是社会共识的重要性。那另一个社会共识的这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这宪政。英国的宪政是没有宪法的，英国至今没有文字的宪法，那么它这个宪政就是习惯法，就是大家要按着这个习惯做。那么和它对比的就是这个进入尤其是二战以后，很多国家都已经名义上建立了宪政，比如说俄国也是名义上是宪政，有宪法，
名义上也是多党制，名义上也是这个议会是能够控制行政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议会不能控制普京。那么为什么像英国那样没有宪法的宪政能好几百年能够非常稳定，超级稳定，从来没有动摇过，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基本的宪政危机？为什么大量的有宪法的国家那个宪法是不执行的？那么这个呢就回到了社会共识上。比如说这个军事政变，什么是军事政变？你在美国你要发动军事政变有没有可能？你在英国发动军事政变有没有可能？那这里的问题就是军人的社会共识是什么？就是军人到底是向他的首长效忠，还是向宪法效忠？就是本来军人是必须服从上级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军人都认为他的社会共识是我首先向宪法效忠，而不是我的上级，那你搞政变是搞不成的。所以你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这个军人问政，就是自从这个光荣革命以后好几百年到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变成了一个不可能会被提起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共识。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更多的是和中国古代的几千年所谓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关的，还是更多的是和这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专制制度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基因里面哪方面更强呢？是这样，这个集权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制度是外来的，就是集权制不是中国自己产生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把这个集权制带到中国来，他带到世界各地大部分都失败，基本都失败，唯一的一个重大成功是在中国，这是为什么？那么这个呢，的确呢就是和中国古代的帝制它的制度基因相关。就是我把这个苏联的这个共产集权制的它的制度基因分解成3个部分，它的制度基因里第一个部分是沙俄的制度基因，第二个部分是这个俄国原来就存在的秘密恐怖组织的制度基因，第三个是它的这个俄国东正教的制度基因。这3个制度基因里，中国有2个，就是中国的帝制的制度基因和中国长期存在的秘密组织的，就是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那么差的一个就是这个东正教这样类型的。那么这个呢是通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共产集权制的一个 missionary， 就是他的传教机构，传教士。对，而他这个传教机构呢，不仅仅是传教，他同时提供资金、提供武器、提供军事的援助，直接在中国建立他的支部，是这样建立起来，就中国共产党是他的支部，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呢，没有中国的帝制这个制度基因，没有中国的这个传统上就存在的秘密社会的这个制度基因，没有这2个制度基因，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是靠中国传统的制度基因加上这个共产国际带来的制度基因合成的。那这么听下来，我们说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的路径依赖，或者您说的这种制度基因？就是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可能的这种出路有没有提供什么思路呢？这个制度经济学呢，它首先是科学，科学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它是什么，和它为什么是这样，和它是怎么运作的，那么它的规律是什么？他首先回答的是这个问题。那么你任何我们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你一定都必须先知道它是什么和它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它的运作的机制，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改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改变呢，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理想是希望中国变成民主宪政的社会，那我们就需要知道民主宪政的社会它需要的制度基因是什么。当你这个社会上不存在那个制度基因的时候，实际上用什么方式去实现是实现不了的。就是只有你知道它这个要什么。
那么民主宪政需要的制度基因，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是权利和产权的结构。那么民主宪政所需要的产权和权利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产权必须是分散的，它的权利必须是分散的，就是它的产权必须是在个人手里的，它的政治权利必须是在个人、在社区、在基层的手里的，必须它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任何的民主宪政的政治结构，它一定是自下而上逐渐形成的。所以呢，任何人想象通过一个猛烈的行动，比如说暴力革命也好，或者是外来的这个暴力推翻一个专制政权，都是不能起作用的。具体的例子就是战后美国在日本获得的重大的成功，就是美国在日本战后非常快的就在日本就是建立起来了民主宪政。那么原因是什么？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占领，不仅仅是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个改了他们的宪法。刚才我们讲了，你需要有社会共识，你需要有原本就存在的政治权利和产权的这个结构，而这些东西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就是明治维新之后还有下一个天皇，就是大正天皇。大正天皇执政有就10几年的时间里，在推动这个民主宪政方面走得相当远了。后来是因为军事方面的发生的各种政变把他们压下去的，所以它原本这社会里存在这个制度基因。而另一方面，美国占领伊拉克，美国占领阿富汗，都占领时间很长，也都试图在那里建立民主制度，全都是失败的。原因实际上就很清楚，因为那里不存在这个制度基因。对。但是这个制度基因要培养是很难的，是吧？从基本上没有，要能够给他怎么培养，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这么想着都是觉得好像都是无从下手，或者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可以想起。实际上呢，中国在过去这个30年里，就是已经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私有经济，然后呢，伴随着产生出来这么大的私有经济，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初具规模的公民社会。对，这些实际上是未来中国的希望。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要很努力地保护自己的私有经济，保护自己的公民社会和保护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就中国人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己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能让政府随意侵犯自己。就是当人们都知道，为所欲为是吧？对，当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保护，需要自下而上的团结起来，大家一起保护，这个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这个制度基因实际上是您即将要出版中英文版的这个一本巨著，是不是？您呢愿意不愿意跟我们那个听众说一下，就是大概中文版什么时候出，在什么渠道可以买到，然后英文版是什么时候出？我们到时候您出书的时候，我们也还会再会做播客，但是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中文版的出版呢，就还有2个礼拜，实际上不到2个礼拜，10天就应该就出版了。这个出版之后呢，就在亚马逊就会有，这是台湾大学出版社，所以它是在台湾印刷，在台湾行销，但是呢，它是全球通过亚马逊销售的。那么英文版呢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是要3月份出版。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从来是全球行销，所以就是只要一出版，立刻就是全球行销。那么这个书呢，中文版呢是660多页。英文版呢，这个目前看样子像是1000页的样子，就是这个书比较大。比较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讨论极权主义制度是从哪里产生的，所以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中国产生的。然后我们又要讨论中国的这个制度基因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所以呢，2个方面都涉及历史，然后这个历史呢都要走得相当远。但是我这里边讨论到的这个历史的内容呢，都是相当简略的，因为这个
这个讨论极权主义的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的起源就要追得很远，然后涉及很多国家，然后中国呢也要追得很远，就是中国的制度基因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讨论历史？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它是科学，科学是从事实跟证据出发的。然后呢，我们的理论呢，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个规律，你要有你的推论，你的推论你实际上是必须要有事实和证据来验证。所以呢，这都离不开讨论到这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的工作。非常感谢，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